我在老婆的车上发现了一条男人的内裤，但这条内裤不是我的。我千辛万苦找出奸夫，却发现那个人竟然是5年前害死我妈妈的肇事司机。看着聊天记录里他们腻腻歪歪的话语，我发誓要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着这条属于别人的内裤，我双手颤抖，大脑被怒气包裹，几乎要控制不住把车砸烂。我和老婆结婚5年，这5年来，我对她掏心掏肺，就连她那个扶不上墙的弟弟，我也托关系找人给安排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但我一直抱有一丝期待，希望自己的诚意能够感动他。可是到头来却只等来了这样的结果。我颤抖着手，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。林之南不喜欢烟味，自从和他生活在一起后，我就戒烟了。呛鼻的烟味逐渐侵蚀了我的5脏6腑。伴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我也渐渐平静下来。我知道，自己不能现在去质问，只有抓住那个奸夫，再把他们出轨的证据牢牢握在手里，对我来说才是最有利的。一支烟燃尽，我踩灭烟头，来到了一家5星级酒店。要是在平时，我是绝对不会来这种酒店的。公司刚刚起步，到处都要用钱。林之南花钱又大手大脚，我的生活都是精简又精简，连1分多余的钱都舍不得用。可现在，我只想把钱都用在自己身上。不得不说，5星级酒店就是不一样。不仅装修金碧辉煌，在顶楼还有一个露天的大游泳场。林之南总是嫌弃我不懂享受生活，可他不知道，在和他结婚之前，我也曾经潇洒过，只不过因为结婚后生活的重担太大，才放弃了以前那些烧钱的爱好而已。我租了一身游泳服，慢腾腾走进了游泳场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，却让我毕生难忘。只见我那个出差的好妻子，正穿着暴露的泳装，和一个男人嬉笑打闹着。我怒火中烧，刚刚平复下的心情再次燃烧起来。这是在公共场合，那2个人尚且如此不知羞耻，更别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了。林之南没有发现我，他纵身跃进游泳池，划起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引得周围的男人频频看他。他在泳池里搔首弄姿，不断向男人抛媚眼。那男人也很配合，不多时就下了水，与林之南耳鬓厮磨。看着那个男人的脸，我忽然觉得有些熟悉，大脑飞速运转着。我忽然想起5年前那场夺走我妈妈生命的车祸。当时我正一边开车一边和妈妈交谈，一辆逆行
SUV 飞速驶来，我躲闪不及，两辆车撞到了一块。SUV 车身坚硬，除了大灯碎了以外，几乎没什么大碍。而我的母亲却被破碎的玻璃扎进胸口，当场就没了呼吸。那地段是山区，当时我又受了伤，只能眼睁睁看着 SUV 车主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扬长逃逸而去。我找了他5年，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还和我的老婆给我戴了绿帽子。我如遭雷击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，拼命控制住自己，才止住了去泳池把那2个人当场抓起来的冲动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夺妻杀母之仇，我一定要跟他们慢慢算好这笔账。第2天回到家以后，我找私人侦探查了那个男人的身份。男人名叫陆云浩，是林之南的顶头上司。这个陆云浩原本只是一个小混混，后来因为脸皮子长得还算不错，娶了刘氏集团的千金刘诗颖，这才在刘氏混上了一个高层。呵呵，刘氏千金的丈夫吗？这个身份真不错。如果他的老婆知道他和别的女人在泳池嬉戏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就在我沉思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是我的好哥们宋嘉文。轩哥，专利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之所以能自己独立创业，开设一家公司，就是因为我在计算机领域确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这些年来，公司虽然发展情况不算很好，但我潜心研究，终于发明了一项研究专利。宋嘉文在一家互联网行业的大佬公司做经理，他给我打电话就是代表公司来和我谈合作。凭咱俩的关系还用说吗？他想和我合作，又是我最好的哥们，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帮我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起，我连忙找借口挂断了电话。是林之南回来了，他似乎非常疲惫，拖着个行李箱，连路也走不动。想到他昨天晚上背着我做了什么，我脸色难看，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弹。你是死了吗？不知道来帮个忙。见我这副样子，林之南不耐烦地嚷嚷，顺手把皮箱砸到了地上，伴随着砰的一声。我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林之南。若是在以前，我一定会心疼他出差劳累，给他做一桌子好菜，在家等着。可现在，看着他不知干了什么苍白的脸色，我却只感到一阵想吐。林之南白了我一眼，命令道：“去给我打一盆洗脚水。”我累了，我没说话，低头把倒在地上的皮箱扶了起来。有个大公司想投资我的专利，这2天派人联系我呢。专利的含金量有多大？想必我不用说，林之南也知道。真的吗？
他眼里闪着兴奋，看着我的眼神都带上了几丝柔情。是，一个专利怎么说也值500万。之南，我们要发财了。听到我说出这个数字，林之南双眼放光，缠着我又问了很多细节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关于专利的细枝末节，我还是守口如瓶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林之南不断往我身边靠。结婚5年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。可是闻着他身上的洗衣液味，我的脑海里却只有他和陆云浩做的那些事。被拒绝后，林之南也没有多说，翻了个身就陷入了睡眠。听着他平稳的呼吸，我打开手机，挑选了一种微型摄像头。若想要彻底扳倒那2个人，我手上必须有他们出轨的证据。我购买了加急。第2天，摄像头就到了。林之南上班后，我在家里隐蔽的地方安装好了摄像头。做完这件事以后，我驱车来到了刘氏。我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我复仇路上关键的一环。没过多久，刘诗颖出现了。说心里话，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人，脸蛋和身材都是顶级。可即使这样，陆云浩竟然还背着她出了轨。想到自己要利用她，我心里有一丝愧疚，但转念一想，让他早点认清陆云浩的真面目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好事。见他上车，我连忙也启动了发动机。在我的刻意操作下，我的车擦着他的车，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声音。下车查看事故时，我提出自己是全责，要加微信后续给他赔偿。刘诗颖点点头，同意了。做完这一切回到家，林之南已经下班回来了。从昨天听说我的专利马上就要谈合作，他对我难得有了几分好脸色。老公，我回来了，我买了鱼，一会儿给你做个你最爱吃的红烧鱼。我没吭声，看着他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仿佛又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。其实林之南并不是一直这样。我们刚领证没多久的时候，他也曾经是一个贤妻良母。可是他那远在农村的一家子，在听说女儿上了城市户口以后，开始要东要西。没过多久，我的家底就被他们掏空了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林之南开始变得嫌贫爱富，最终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陆云浩勾搭在了一起。我点燃了一支烟，看着烟头忽暗忽明，心里感慨万千。看着一旁放着的林之南的手机，我试着输入了几次密码，不管是我的生日还是林之南的生日都没有打开。最终，我按照侦探给我发来的信息，输入陆云浩的生日，咔嗒一声，手机解锁了。我知道，他绝对不止一个微信。切换了账号之后，果不其然，
在置顶看见了陆浩云，翻开聊天记录，两人的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目。我无法相信，这个对着手机发骚的女人，竟然就是自己那个一向冷淡自持的妻子。哥哥，上次在泳池你弄得人家好舒服，下次我们还去，好不好吗？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的姿势，我们下次试试吗？颤抖着手，我一页一页往上翻，不仅是发污言秽语，林之南还没少跟陆云浩说我的坏话。终于，我不忍再看，退出微信，在林之南的手机里安装了一个窃听系统。我对于计算机网络一类非常熟悉，这个窃听系统，我有10分的把握，林之南不会发现。果不其然，等到林之南从厨房走出来，把手机拿到手里的时候，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在饭桌上，林之南扯东扯西，终于把话题带到了我的专利身上。你那个投资人，是投资什么方向的？陆云浩虽然算是刘氏的高层，但老丈人并不是很信任他，因此没有给他很大的权力。他这种人，怎么会对这种现状满意呢？听到我说有投资人想谈我的专利，林之南果然想到了他那个情夫，也难为他一片真心。不过他绝对不会想到，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计谋。因为提前调查过，我对刘氏的主攻方向回答了几句，林之南的眼睛也越来越亮，脸上也扬起了讨好的笑容。老公，你们见面能带上我吗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乱说话，见他上钩。我控制住心里的激动，装作一副担忧的样子。老公最好了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把事情搞砸的。林之南抓住我的肩膀，撒娇似的摇了几下。没过多久，就到了我和宋嘉文约定的日子。走进西餐厅，看着周围华丽的装饰，林之南非常满意，而我见他深陷其中，也露出了笑容。我没有告诉林之南，眼前的投资人就是我的发小，因为提前串通过，宋嘉文的表现也非常让我满意，没有露出一丝破绽。饭桌上，林之南非常殷勤，在我的刻意操作下，他成功在宋嘉文那里约到了一个谈合作的机会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我借口和宋嘉文再喝2杯，支开了林之南。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叮嘱我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跟投资人拉近关系。看他这副猴急的样子，我内心嘲讽，却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让他放心。坐在之前经常去的大排档，我和宋嘉文一人1瓶啤酒，举起瓶子猛灌了一口。轩哥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咬了一口羊肉串，感受着自然的味道在嘴里蔓延。
点了点头。夺妻杀母之仇，不能不报。见我这么坚定，宋嘉文没有再追问。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，既然你想做，哥们一定帮到底。看着宋嘉文坚定的脸，我的心里闪过一丝欣慰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也终于看清，所谓的爱情都是扯淡。只有好哥们才会愿意在落难的时候帮你一把。喝到深夜，我打车回到了小区。还不等我走进去，就看见一辆黑色的奥迪在震动。想着这又是哪个兄弟被戴了绿帽子，我心里嘲讽，却也不想多事，往家里走。可在这时，车门忽然打开，衣冠不整的林之南从车上走了下来。看见我，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，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林之南脸颊仍然泛着潮红，我甚至都能看见他衣领里隐隐约约的暧昧痕迹。而车里的陆云浩脸上却满是不在意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林之南终于反应过来，胡乱整了一下衣领，走过来拉住我，试图挡住我的视线。我压下心里的恶心，拉过他，一脸歉意对车里的陆云浩说：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麻烦你领导把你送回来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媳妇喝酒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见我这么好欺负，陆云浩冷哼了一声，似乎是觉得没趣，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他走后，林之南一把抱住我，神色慌张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现在合同还没走下来。我知道，林之南不会想和我撕破脸，控制住脸上的表情。我转过身脱下外套，披在了他身上。天冷了，多穿点衣服，别感冒了。林之南愣了一下，眼里有几分感动的神色。老公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今天的事就是个意外。我上司借口送我回家，没想到到了小区门口，竟然对我动手动脚。说着，他挤出几滴眼泪，用手擦去。我已经言辞拒绝过他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上司，又是个男人，我挣脱不过。看着他虚伪的脸，我几乎要忍不住吐出来，但还是满脸感动说：之南，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，和上司打好关系，也只是为了家庭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公司做大回报你。林之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抱住了我。老公，你理解我就好。第二天，林之南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林之晨联系上了我。姐夫，妈住院了，那群医生说不交钱不给做手术，你快来看一眼吧。现在毕竟没有撕破脸，即使我心中万般不愿意，却还是发动了车子赶到了医院。
到了医院，林之晨开口就找我要3万，妈手术费2万，后续住院找护工怎么也得1万块钱。林之南的家庭就是一个无底洞，这么多年吞了我不知多少钱。这些年来，你妈生病全都是我们出钱。你作为儿子，每次都事不关己，你怎么做得下去？林之晨来回走了几步，挠了挠头皮，伴随着他的动作，几个雪花般的头皮屑落了下来。姐夫，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医生都说了，今天要是交不上住院费，就得把妈赶出去。妈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就这么狠心看她被赶出去吗？我叹了口气，我这公司刚起步，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闲钱。听我这么说，林之晨脸上闪过一丝狠意。你绕这么多弯子，就是不想给钱呗？我们家养了我姐这么多年，现在把她嫁给你，你出点钱给我妈治病怎么了？看你的小气样吧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你不给钱，我回头就告诉我姐，让她跟你离婚。这么多年来，只要我稍有不如他们意的地方，这一家子人就把让林之南跟我离婚挂在嘴边。以前，我很爱林之南，自然不愿意和他离婚。可现在，我巴不得早点跟那个令我恶心的女人离婚。就算你告诉你姐，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。我掏出手机，给他转了5000块钱。我手里就这点了，你先拿着用吧。林之晨很快就收了钱，像我不像是装的，骂了几句就去交钱了。还没到家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扣款消息，是林之南，他给他弟弟赚了3万块钱。回到家，提起这个事，林之南的脸色很难看。我妈住院了，我给她转3万块钱。怎么了？要不是你自己没能力，我妈的病怎么会拖到现在？当初看你家穷，我妈只要了1半彩礼，现在你就是这么回报我妈的？1半的彩礼是39.9万。这林之南可真敢说。我就是问问，没别的意思。我说完，转身回到了房间。没过多久，林之南推开门，走了进来。他端着一杯茶水，脸上带着一丝刻意挤出来的讨好。老公，刚才我说话有点急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接过茶，看着林之南的脸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也看得出来，此时此刻的他有多么不耐烦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之间也算情投意合，可没想到，仅仅是5年的时间，他在我面前连这种温柔的形象都是装出来。林之南低头，酝酿了一会，开口道：一会我领导要来，跟你商量点事，该怎么做？你知道吧？我低下头，
看着已经成型的专利方案，点了点头。门铃响起，林之南满脸笑意去开了门。陆总，你来了，快请坐。陆云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端着架子坐在了沙发上。我慢腾腾走过去，想到我们三个之间的关系，笑容有些坚硬。不管是对哪个男人来说，这都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。但为了自己的计划，我不得不伪装起来，对这个人点头哈腰。陆总，有什么事吗？见我态度不好，林之南狠狠掐了我一把，然后对陆云浩说：“陆总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书呆子，什么也不懂。”陆云浩冷哼了一声：“你公司刚起步，翻不起什么大波澜，就算有个专利，也不一定能走多远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愿意，刘氏可以跟你合作。到时候，刘氏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常规项目，也够你吃一阵了。”我忍不住握紧了拳头。在这个时代，人人都知道专利有多吃香，可这两个人竟然明摆着把我当傻子。林之南朝我使了个眼色，笑着对陆云浩说：“陆总说得对，我们的公司就是个小公司，能跟着您喝点汤就不错了。你还算有点眼力见。”陆云浩低头喝了一口茶。跟着刘氏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，别人想要还没有呢。你呀，太没有远见了。我没再说话。确实，跟刘氏相比，我这个刚建立的公司根本就拿不出手。但是，陆云浩也不过就是一个上门女婿而已。况且，现在他早已经陷入到了我设计好的计谋里。我压下心里的不适，笑着说：“陆总说的有道理。既然之南也同意，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听我松口。”林之南和陆云浩交换了一个胜利的眼神。送走陆云浩后，林之南斜眼瞪了我一眼，脸上全是不满。你看看你，人家可是陆总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没眼力见的人？跟着你真是受苦一辈子。他絮絮叨叨骂着，言语里早已没有了结婚之前的善解人意。见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的厌恶更深。你弟弟找我要钱，我给了他5000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哪怕是平时花钱如流水的林之南，花销相对以前也缩水了很多。听我这么说，他愣了愣，低头拿起了桌上的茶杯。现在家里钱紧，他再找你要钱就别给了。听着他的话，我没出声。林之南一向是个伏地魔，况且就算他不给钱，他那咄咄逼人的爸妈也会逼着他拿钱。我不信，他能从这个家庭里真正抽出身。陆云浩已经上当。这段时间以来，
我紧绷的心终于缓和了一点。正好宋嘉文约我出去钓鱼，我没多想就同意了。坐在碧绿的河边，河边的微风轻轻吹着，我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。合作的事情我已经搞好了。宋嘉文递给我一支烟，那对狗男女，这次绝对没得跑。我接过烟，真心实意对他道了声谢。谢了。这件事情要没有你，绝对不可能办得这么顺利。兄弟之间别说那些话。宋嘉文哈哈笑着。不仅仅是生意场上，这段时间，通过监控，我收集到了很多那对奸夫淫妇出轨的证据，不管是聊天记录还是视频，我都一一保存，分类整理好了。陆云浩、林之南，不管是谁，惹了我，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回到公司，我看见了正在门口坐着的林之晨。看见我，他飞快跑过来，抱住了我的大腿。姐夫，你可得救救我呀！他一向好赌，我找人查过，其实那天丈母娘根本就没有住院。从我和林之南这片来前后，他就急不可耐地继续去赌了。怎么了？我假装疑惑，把他扶了起来。姐夫，我赌博输了，欠了50万。那人说了，要是我还不上债，就找人把我的手脚都剁下来。我不想死。姐夫，你可得救救我呀！50万，林之晨可真敢玩。不过，这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毕竟很快我就要和这一家人彻底撕破脸了。但此时此刻，我还是装作一副着急的样子，给他看了自己的余额界面。你也看见了，我现在连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更别说50万了。林之晨急了，狠狠抓住我的衣领。我不管。姐夫，你快给我钱，大不了你就把公司卖了。我不想死。姐夫，我相信你也不想和我姐离婚吧？看着他穷凶极恶的眼神，我假意为他着想，开口说：“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这是下策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不能随意尝试。姐夫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的命都要没了。你去跟你姐商量商量，她从来没借过钱，如果用她的名义借高利贷，一定能借到不少。至于还钱，到时候我们公司发展起来了，肯定也不用你还。”林之晨眼睛一下子亮了，豆大的虚汗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。姐夫，还是你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好办法呢？说完，他就跑开了。我不担心林之南不会帮他弟弟，毕竟有他爸妈在，他就是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果不其然，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一片狼藉，锅碗瓢盆都被摔了个稀烂。
林之南坐在地上，满脸颓废。老婆，这是怎么了？看见我，他一下子爬起来，抱住了我的大腿。我弟非要用我的名义借高利贷，我抢不过他们，只好签了字，听着我想听到的答案。在林之南看不见的地方，我勾了勾唇角。没关系，老婆，事情总会好起来的。当天晚上，林之南喝了很多酒，倒苦水一样，对我倾诉了很多他原生家庭的事情。我从来没有因为家庭看不起他，可现在看透他的所作所为后，我对他也没有了一丝同情。趁他喝醉，我解锁了他的手机，登录了他的邮箱，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视频和聊天记录发给了刘诗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配了一个甚为嚣张的文案。刘诗颖可是刘氏的千金，从小到大都没受过什么委屈。我不相信看到这份邮件，他能继续沉默。与此同时，宋嘉文已经和陆云浩商量好了合作的事。当天晚上，宋嘉文找到我，递给我一张银行卡。轩哥，打款到了。我接过卡，那张宝宝的银行卡在我手里仿佛有千斤重。没发现林之南出轨之前，关于这500万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想，等钱到手了以后，我们就生个孩子，这500万够我把他抚养成人，把他送去一个很好的学校了。可惜造化弄人，现在钱到手了，我却连怎么花都不知道。宋嘉文似乎看出了我的惆怅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轩哥，振作点，这副样子哪还有以前你的风采？现在你的计划马上就要完成了，你可得好好看着，那对奸夫淫妇付出应有的代价。”我仰头喝下一口酒，点了点头。他说得对，我绝对不能消沉。仇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不能止步于此。就在这时，私家侦探主动联系了我。前几天，我通过林之南和陆云浩的聊天记录，翻到了他的电脑密码，就找私家侦探，让他帮我拿个东西。现在，东西已经到手了，给侦探赚了一笔钱后，看着那份文件，我慢慢勾起了嘴角。刘氏签约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我不想错过好戏，跟着林之南一起来到了现场。陆云浩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听着周围人对他的赞赏，满面红光。可我却知道，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宋嘉文根本就不会来。等到刘氏高层到齐，陆云浩激情四射地介绍着他的方案，仿佛自己马上就能为刘氏带来巨大的利益一样。可就在他邀请宋嘉文的时候，偌大的会场竟然没有一人回应他。陆云浩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
硬着头皮又喊了一遍，可这次依旧没有人回应他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许多养尊处优的高层已经受不住，脸色都变得很难看。陆云浩的岳父黑着脸，当众扇了他一巴掌。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？我把公司全部高层都叫来，你就给我看个笑话？陆云浩百口莫辩，他也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昨天还谈得好好的，今天宋嘉文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投屏亮了起来，陆云浩松了一口气，趁着高层的目光都被投屏吸引，拼命给宋嘉文打电话。可他不知道，投屏上的内容几乎能要了他半条命。那投屏上赫然是刘氏的机密文件，大公司的机密文件岂能是旁人看的？陆云浩的岳父面沉似水，看着陆云浩的眼神恨不得把他杀了。下一秒，投屏继续变换，一条条数量惊人的转账记录展露在大家面前。到这时，那稳坐董事长宝位多年的刘总才知道，自己这个上门女婿在这些年挪用了公司多少公款。陆云浩浑身颤抖，豆大的汗滴不住流下。他抱着刘总的腿，苦苦哀求：“爸，这一定是有人诬陷我，我是清白的。闭嘴！”刘总毕竟做了这么多年董事长，他一眼就能看出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一丝面子也没给陆云浩留。这些年你不务正业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你既然做出这种事，看来公司是留不得你了。爸，陆云浩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刘诗颖的声音打断了。陆云浩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这么多年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竟然还敢出轨！刘总本就对陆云浩不满，现在听说他又给女儿戴绿帽子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抬脚踢在了他身上，把陆云浩踢出去几米远。刘诗颖踩着高跟鞋，哒哒地走了过来。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。他扔下一堆聊天记录和不雅照片，看着那些照片，陆云浩眼睛一下子瞪大了。怎么可能？诗颖，这一定是别人诬陷我。我真心实意爱你，怎么可能会出轨？刘诗颖也并不是那种拘泥于儿女情长的人，她可是堂堂刘氏千金，怎么可能会甘愿受委屈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刘氏给了你太多脸，现在你竟然敢爬到我头上来了。那小三给我发文件挑衅，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会场就设在室外，随着一阵风吹来，那些聊天记录和照片吹得满地都是。众人纷纷禁不住好奇，看完之后，纷纷把目光投在了穿着一身旗袍、打扮妖艳的林之南身上。照片上的人，不就是他吗？他胆子也够大的，
连刘小姐的人都感动。看她穿的这个骚样，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人。林之南哪里经历过这种事，当场就吓得不知所措，跌倒在了地上。陆云浩被众人辱骂着，忽然抬眼看见了林之南：“你这个婊子！明明是你勾引我在先，现在居然敢跟我的老婆告状，还有那个合同，这一切都是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”他抬起手，照着林之南的脸就是一巴掌。林之南的脸高高肿起，嘴角也挂上了一丝血迹。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。明明两人说好了拿到钱后就远走高飞，可现在事情败露后，他竟然把所有的锅都甩到自己身上。陆云浩又打了林之南几巴掌，把他打得眼冒金花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才停手。打完，他跪着爬到了刘诗颖面前：“诗颖，都是那个女人勾引我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上她的当。我跟你保证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以后我永远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你不要和我离婚，好不好？”刘诗颖不为所动，冷眼看着跪在地上的陆浩云：“别人用我的东西，我可不要。我又不是什么收破烂的。”见自己女儿态度坚定，刘总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当场就开除了陆云浩，并告知他挪用公司公款和偷盗公司机密文件的事，会上交法庭处理。等一干人都走后，陆云浩仍然无法接受一切，他跌跌撞撞地走过来，一脚踢在了林之南肚子上：“都是你这个婊子！你毁了我的生活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林之南捂着肚子，满眼泪水：“云浩，不是你对我说爱我的吗？爱什么爱？”陆云浩抬腿又是一脚：“我那都是骗你的，你竟然也信！”听到这话，林之南再也无法忍受，站起来和陆云浩厮打在了一起。我向法院提起了申诉离婚。林之南出轨证据确凿，离婚以后，他不会分到我的一分财产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把林之南所有东西收拾好，扔到了门外。林之南回来的时候遍体鳞伤，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。他拼命敲着门，可我却不为所动。这个我爱了很多年的女人，现在只让我觉得恶心无比。见我不开门，林之南也自知理亏，不敢再说什么，抱着被子离开了。不久后，我和林之南彻底离婚。看着那个小小的离婚证，我的心忽然放松了起来。我把那500万投入了公司建设，在我的努力下，不出半年，公司就飞速发展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听到了不少关于陆云浩的消息。据说，那天过后，刘诗颖就和他离了婚，因为出了轨。
他一分钱也没能分到。不仅如此，离婚以后，刘氏就向法院提出了申诉。陆云浩盗取公司机密文件，挪用公司公款，被判了好几年。再次见到林之南，是在一个夜晚，他穿着暴露，站在发廊前面，伸手招揽着来往的男人。见我走神，一边的同事介绍：“你不知道这个女的呀？她是这一片有名的小姐，据说是因为弟弟用她的名号借了高利贷，还不上才做这档子事的。啧，你看看，她才多大年纪，就老成这样了。我听人说，以前她有过一个老公，她老公对她可好了，可她不珍惜，给她老公戴了绿帽，后来净身出户的。我就说嘛，这女人啊，就得珍惜眼前人，混成她这样，一辈子可就完了。”同事说到这，林之南正好勾住了一个农民工的脖子，把他领进了里屋。我笑了笑，不甚在意地说：“是啊，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现在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”可林之南不懂得，我也不再觉得可惜。反正我的路还长，以后还远，和这个掉进泥潭里的女人再没有一丝瓜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